旺、福旺、财运旺，麻辣鲜香毛血旺。2025最后一道大菜必是这道川菜经典毛血旺，这真是我们江湖菜的鼻祖。鲜鸭血直接点，1斤鸭血2斤水10克盐，把它们搅融在一起，静待凝固。点好的鸭血直接改刀，一划顺风又顺水，二划从头划到尾，放上清水，这样才能保证血旺的完整。只有细腻丝滑的鸭血才配称得上是好血旺。黄鳝现去骨，江湖菜啊讲究的道道都是功夫，步步都是学问。斜45度，双刀一飞，蝴蝶扇片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下厨做菜可是认真负责的。新鲜的鳝鱼弹性十足，轻撒薄粉，慢慢抓捞，每一步都是细节。他们的火候不同，咱们下锅的状态也会不尽相同。水开锅，放盐1小勺的猪油，千万不能让煮血旺的这个锅子沸腾，让它在一边慢慢浸煮。锅做清水，黄豆芽先进锅汆烫4成熟，第二梯队肥肠掺肉。我们毛血旺的讲究之道，分烹合炒，黄喉毛肚黄金时间10秒钟。如此繁多的食材，一定是要按部就班。热锅老菜籽油，黄鳝入锅18秒，多1秒则老，少1秒则生。花椒、干辣椒，4成熟的黄豆芽，旺火炒出香气，炒出味道。没有豆腥味的时候，豆芽出，老菜籽油、牛油双油合一，川菜3香：葱姜蒜、老郫县豆瓣酱，整个的味道麻辣咸鲜香。层次逐步递升，吃上一口，香到九霄云外。毛血旺的味道复杂，但是它的调味超级简单。烫好的血旺、黄鳝，汤锅再次沸腾的时候，黄喉、毛肚随手的清算，吃了下书厨房的毛血旺，年旺、月旺、岁岁旺。1捞福起，2捞运起，3捞风生水起，最后上3香：红浪翻腾煮大江，百味沉浮闯四方，1勺泼出江湖气，烫穿肝胆，热穿肠。开轩，别喝了，这河川的兄弟猪忍不住了，再给我来20头目。过来这上不上？上！真不真？开始干！看个下呀！看来，看个下呀！为了猪肉光够，吃泡肉汤尽管的吃。汤色奶白，肉香十足，川渝地区的经典刨猪汤。其实啊，做这个刨猪汤特别简单。刨猪汤里边主要的2种味道：梅子肉、鲜猪肝，快切猪肝，快切肉。刨猪汤的核心几样食材：梅子肉、鲜猪肝、猪小肠，还有猪血，2样食材必不可少。盐白菜、圆白菜。确定要做这个菜，您就讲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川渝地区地儿大着呢，想吃刨猪汤，赶快来我们重庆，家家户户都会做。要想梅子肉久煮不老，红薯粉给它烫成红薯粉浆，把这些肉简单的码个味儿就行了。下厨有缘啊，是在去年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重庆璧山，来了就是璧山人，然后吃到这草帽哥做出来的这个刨猪汤，那真是一口掀掉眉毛，直接上锅刨猪汤，北美猪油、姜片、花椒粒儿，姜片一出香，腌好的盐菜锅里边一丢，一定要把这个腌菜呢炒得微微有点发白的时候，热水汆汤，土豆推到锅里边，稍微的少来点盐，白胡椒粉。一到吃刨猪汤的时候，就预示着年味儿越来越近了。第一步不是吃汤，那是什么？摁猪。原来是只准备了2头猪，结果现在摁猪的人比猪还多。汤锅再开，改成小火，梅花肉划在锅里，千万不要烫到全熟，5生不熟就可以啊。猪肝下锅，咱们前煮1分钟，一声吼出千山应，八方壮汉俱炊烟，千勺沸血腾云霄，一锅滚烫化团圆。让我们遥喊璧山的草帽歌开轩。一咬满口香，一咬味儿难忘，轻松实现茶串自由。有了这个酱，老干妈都得让。秦椒面、新疆的番茄酱、四川的郫县豆瓣酱、四川的老清油火锅底料，葱、蒜、甜面酱、孜然、花椒面，直接上锅熬酱。洋葱、大葱，葱葱酥香，蒜来帮。老豆瓣酱，浓郁的香味儿逐步的融散出来了，每一步都是恰到好处，点到为止，让整个的酱料熬熟、熬透、熬到融合。甜面酱一入锅，加上热水，完美融合，真香啊！那是，怪不得外面的价钱这么贵，这叫做知识产权。没有知识产权的人都不懂这点。油酱分离，关火，孜然、花椒，一咬满口香，一咬味儿难忘。直接下油锅出摊赚钱，不容易熟。咱们先炸，通过慢慢的温度上升，把这些食物里边给它炸得通通透透。麻辣川喉香满庭，红花润色裹红巾，竹签挑起人间味儿，一口鲜浓齿边停。开轩。
史上最神奇的排骨做法，要味儿有味儿，无比绝伦的红烧排骨。排骨入锅，凉水下，让排骨充分的挤压出里边的这些血水，放凉水，让血水释放的更加透彻。再次开锅呢，咱们就可以把这排骨捞出来了。接下来这可才是真正的原汤化原食，放热水，小火慢炖30分钟，用排骨自己煲煮出来的汤水去把排骨香上加香。排骨先让它扭一扭，嘣一拉，偷梁换柱，年糕往里边一装，有如春蚕破茧一般。土豆行不行？换天换地换一切，就是不能骨头换骨头。直接上锅烧排骨，肉面朝下，筋面朝上，排整齐。肉香出来了以后，轻轻的一翻，借着煎制出来的点油脂，让整个的排骨慢慢的增香。姜、大葱、八角一块，两边各煎了1分钟，调配味道更加简单。每根排骨个个精神，炖煮排骨的排骨汤，原汤化原食，它想难吃都难。保持一个中火状态，一定要把这整个的汤汁收香、收浓，收出美丽的好味道，又黏又糯又醇香，无比绝伦的红烧排骨上桌开涮。山水丰饶处，风味自成诗。在华夏的每一个角落，都藏着时间的窖藏与风土的密语。作为上汽奥迪A5L 车主，受奥迪驾校会之邀，前往重组这座边境小城，在奥迪的晚宴上，开启了不一样的味道之旅。关于味的启蒙悄然发生。我觉得他能做那个。一道看似朴质的鸡，能转化为清澈的茶色高汤，重新诠释着鲜的风味艺术。如山的食材，精中选精，每一寸都是精致。接下来就是要让大蒜开花，一定得是精雕细琢，把普通的食材变得与众不同，这就是国宴标准。小火慢煲了7个小时的完美高汤，取其精华，每滴都是鲜香四溢，红白两臊，汤汁还会更加清澈见底。好的汤一定是茶汤色，一口入喉，香沁肺腑，这才是中国味道，国宴品质。从家常到非凡的探索，本质上是一场精神远航，在精准操控与优雅中进行，寻找独属于自己的节奏。鸡的质量呢，决定了高汤的上限，它的鲜味、它的味道醇厚，全要通过一只好鸡来完美的诠释。所谓品味，是在移动中见天地，车拓展了生活的半径，而味则定义了生活的深度。哪怕一碟简书，山珍味之，顿时有了山河风韵，只是对味觉艺术的不懈追随。就像奥迪对操控与美学的匠心传承，于精湛根基之上，成就无限可能。生活之味亦在此中。驱车千里觅山仙，野径穿云见水边。百转堂中微至味，匠心从不负天年。烧烤店再也赚不到你的钱了，40块钱才吃半个猪蹄儿，你看我让你吃多少？太高了！只要48秒，秘方你拿到。大猪蹄儿，大火烧去表面的浮毛，泡水，轻轻的一关，一定在猪手的后背切上那么一刀，猪蹄的指甲去除的干干净净，这也是腥膻味道的超级元素。凉水入锅很重要，锅面上面已经飘出了一些的血沫，这就是腥膻味道的根源。把糖和香辛料一起煸炒，这一步可是烤猪蹄儿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小沫来了，冲热水。剩下的步骤更加简单，老酱油，点点的老抽，猪蹄儿放到锅里边，锅里的这些汁水包裹上每一个猪蹄儿，葱姜热水，小香葱节一丢，小火炖它50分钟，还差最后点睛之笔，苏苏让这猪蹄儿往上面一丢。下书版的烤猪蹄儿一定是那夜市里边最靓的仔，开涮。